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就是圣诞夜了，在这里我先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在上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电影《星际穿越》的剧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电影中那些有趣的片段，看看吉普索恩在这些片段里想告诉我们的深刻的科学内涵吧。我要谈的第一个片段，就是在电影刚开始之后不久，库珀带着儿子和女儿开车外出，在路上，女儿墨菲谈起对自己名字的不满，她认为墨菲这个名字会让人想起墨菲定律，而墨菲定律的意思是，任何事情只要有可能出错，最终一定会出现错误，因此墨菲不是一个好名字。但父亲库珀却告诉墨菲，墨菲定律的真正意思是，一件事只要有可能，它就一定会发生。 Why did you and Mom name me after something that's bad? No, we didn't. Murphy's Law? Murphy's Law doesn't mean that something bad will happen. What it means is that whatever can happen will happen, and that sounded just fine with us.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们经常把墨菲定律运用到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上，所以我们对墨菲定律的认识和小女孩墨菲是一样的。但真实的情况是，库珀的回答才是墨菲定律的真正含义。当我们仅仅把墨菲定律用于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就是风险和困难，而当我们真正弄懂墨菲定律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墨菲定律也代表着希望。在电影里，正是由于希望和爱的存在，库珀和墨菲才会前往神秘的 NASA 基地，库珀才会离开家人，穿越虫洞，才会不惜坠入深不可测的黑洞，而墨菲也才会不断地破解神秘的信息，最终解开引力方程，拯救全人类。所以不要放弃，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电影里父女之间关于名字的这一小段讨论，其实是在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我要谈的第二个片段，就是电影里穿越虫洞的那个片段。什么是虫洞？虫洞可以理解为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快速通道。我们知道，质量可以使时空弯曲，质量越大的物体，对时空的弯曲程度就越大。虫洞就是利用时空弯曲，把本来在空间上距离很远的两点快速连接的通道。关于虫洞的这个片段，我不想做任何的评价，毕竟吉普索恩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段画面反映的是在全球对虫洞做出过最深入研究的人之一吉普索恩的脑中是如何设想进入虫洞之后的场景的。同时我要强调一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索恩脑中黑洞的样子和我们后来观测到的黑洞的样子是非常相似的。我要和大家聊的第三个片段，就是关于黑洞附近天体上时间会变得很慢的那个片段。根据相对论，当物体 A 在离一个质量为 m 的天体距离为 r 的时候，物体 A 的时间变化 delta t 相对于远处物体的时间变化 delta t 0，遵循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公式。在公式中， G 表示万有引力常数， C 是光速， m 是天体的质量，而 r 是物体与天体之间的距离。电影中，米勒星球上的1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7年，据此我们就可以算出米勒星球和卡冈图亚黑洞世界面的距离是卡冈图亚黑洞施瓦西半径的 0.000000000266 倍，在小数点后有9个零。这个距离有多近呢？让我们拿地球来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地球的半径大约是6380公里。如果卡冈图亚黑洞世界面的半径和地球的半径一样的话，那么米勒星球质心和卡冈图亚黑洞世界面的距离就是 1.7 毫米。你能想象吗？
一个半径不到 1.7 毫米的小星球围绕着一个像地球那么大的黑洞，在距离仅 1.7 毫米的高度飞行。而且问题还不仅于此，更要命的是，此时米勒星球绕行卡冈图亚黑洞的线速度达到了光速的 99.999999997， 小数点后7个9，或者说米勒星球的绕行速度只比光速每秒钟大约慢了90毫米。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问，电影的科学顾问不是吉普索恩吗？他怎么会允许这么不合理的情景出现呢？在这儿我只能说，这是电影里剧情的需要。吉普索恩当然知道现实中是不可能有一个离黑洞这么近的米勒星球的，否则只要稍有一点扰动，米勒星球就可能会立即跌入黑洞。但是电影故事需要的是库珀在虫洞的另一侧度过80到100年的时间，因此只能做出这样的设定。不管怎么说，这总比有些电影里摆上一台时间机器，然后就告诉你坐上这台时间机器就可以在时间里旅行了可信得多。您说是不是？其实在很多的科幻电影里，未来只是一个背景设定，那些炫目的未来设备只是电影里的道具，而电影讲述的还只是现在甚至是过去的事情。这类科幻电影很少能引起我们去思考未来。真正的科幻电影要的是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思考。除了让人思考，科幻电影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科普。看过电影《星际穿越》的朋友，肯定会对卡冈图亚黑洞附近的米勒星球上时间变慢的印象深刻。这就达到了向广大观众科普大质量物体会对时空造成更大的弯曲这一科学知识的目的。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剧情，就把本来晦涩难懂的科学理论让广大观众印象深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思妙想。毕竟在这儿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时间变慢这一事实，至于时间变慢的程度是否符合科学计算的结果，并不是很重要。我要和大家聊的第4个片段，就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永恒号空间站飞行在黑洞吸积盘上方的视频。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感到好奇，连光也无法逃出的黑洞，为什么会有明亮的吸积盘呢？要知道，黑洞的引力极其巨大，会把周围的物质吸入其中。当这些物质以黑洞起点的距离小于自己的洛希极限的时候，就会被黑洞的引力撕碎，汇聚在黑洞的赤道平面上，呈螺旋状向黑洞的内部跌落。这些破碎的物质在跌落黑洞的过程中会相互挤压摩擦，从而产生强烈的辐射。我们从远处看到黑洞吸积盘发出的光，其实就是这些辐射。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M87 黑洞的吸积盘。要知道，这张照片可是在2021年才公布的，比电影公映的时间整整晚了7年。吉普索恩对黑洞的认识之深之准，可见一斑。我要和大家谈的第5个片段，就是库珀弹出飞船之后的那个片段。在这段视频中，我们看到库珀弹出飞船之后，飞船快速地飞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其实我们知道，卡冈图亚黑洞是一个自转速度很快的黑洞。这种黑洞在黑洞的归类上属于自转但不带电的克尔黑洞，或者是既自转也带电的科尔纽曼黑洞。而这2种黑洞都有一些有趣的特性，它们都有内外2个世界面，并且都没有起点，取代起点的是奇环。奇环和内静止面所包围的区域，现在被物理学家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时空，而在内静止面和内世界之间，以及在外静止面和外世界之间这2个区域，则被称为能层。物理学家们认为，处于能层的物体可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如果处于能层上的物体 A 突然掉落一部分物质 B， 则物质 B 会带着负能量向黑洞的中心方向跌落。与此同时，物体 A 则会因为物质 B 带了负能量而突然获得数值相等的正能量，向黑洞的外侧弹出。
这应该就是库珀在离开飞船向黑洞跌落时看到飞船快速飞走的原因。因此这段库珀弹出飞船的视频，我估计很可能是发生在黑洞的内能层。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视频，就是库珀从内能层跌入内静止面的过程。类似的，机器人和库珀分别乘坐不同的飞船离开空间站，进入黑洞的那部分视频，我认为可能就是发生在外能层。永恒号也正是因为获得了飞船跌入的能量，才能够飞往第3星球。我要谈的第6个片段，就是库珀进入内静止面之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高维时空，这可能就是吉普索恩想象中的黑洞内部。在这儿，我要特别声明一点，当我谈时空的时候，我指的是包括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内的整体，而当我说空间的时候，我仅指的是空间的维度。就比如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3维空间，但同时它也是一个4维时空。在吉普索恩的想象里，黑洞的内部是一个高维时空，在这个高维时空，我们能找到很多不同时间点上的低维空间。这个低维空间就是女儿的卧室。电影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个低维空间。我要谈的第7个片段，就是库珀在高维时空通过引力波向女儿发送信息的那段情节。在高维时空经历了短暂的无助和绝望之后，库珀渐渐找到了和女儿沟通的方法。他先是把女儿书架上的书给推下来了，后来又通过引力波控制沙尘形成条纹，然后库珀又用引力波控制作为礼物送给女儿的手表的指针，然后利用莫尔斯码把黑洞内部的数据发送给女儿，希望借此协助女儿解开引力方程。而女儿也明白了，她卧室里的 Ghost 是处于另一个时空的父亲。我在这儿用 Ghost 这个词，而不是用通常中文翻译的幽灵，这是因为 Ghost 在英文里的含义和幽灵在中文里的含义有时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最终，女儿破解了父亲的信息，解开了引力方程，从而拯救了全人类。库珀在高维时空的这段情节非常感人，开始时候的绝望与无助和父女之间的真情，让人每每看到都不禁潸然泪下。同时，这段情节也在告诉我们诺兰与索恩的一个执念，只有引力波和爱能够穿越一切，甚至包括黑洞的阻碍。不过，这段情节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就是祖父悖论。未来的父亲通过改变过去的历史，改变了现在，这是现代物理里一个最具争议的话题。这段情节带给我们的思考也远远不止于电影的本身。看完电影，我不禁感到，在整部电影里还深埋着吉普索恩思想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寻找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的大一统理论。在吉普索恩的思想里，大一统理论能够引导人类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我们回顾爱因斯坦相对论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吉普索恩的这种想法也许并不过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带上亲情与爱，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这应该是诺兰和吉普索恩最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好，电影《星际穿越》里那些硬科幻的场景，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作为最经典的科幻电影，我的解说肯定只能算是蜻蜓点水，电影更深层次的含义还需要我们用时间去感受。如果我在节目中有什么疏漏或者是错误，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万事如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